对，是你，因为呼吸塔，对，我今天最大哎，真的吗？因为我不用打，不用嘴玩，今天我最大。为什么？我不用打，我没有。你用嘴巴的。啊，我就说，用嘴巴的。你只要玩得烂，我就说啊，这是我熟悉的包。你玩得好就是哇，代打。哦，有你，对，你们每天都嘛有我。对，每天都有你吗？每天都我。你们今天是什么 ？JII 的 AD 辅助对决，而且你们都打过 AD， 然后再转辅助。你们两个是一模一样的，你们直接道路超像的。你会怎么说？对，你知道今天 JII 最强辅助对决，真的。确实，今天打完就知道了。我跟 Chris 认识的话是之前在 J Team 2队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也是 AD 转辅助嘛，然后他是我的 AD， 然后现在他在 BYG 的话也是 AD 转辅助嘛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调侃说，看谁是最强 AD 转辅助的辅助。拜了啊！我今年他妈你们谁说我就跟他这样讲，然后希望下去再打。还有下去，我知道下去他会下去，下去我再来一次，明年会更好。啊！各位观众，欢迎收看2023 PCS 夏季季后赛。我是今天主播优吾，我是今天赛评老三。来到今天的胜部冠军赛了，又是 PSG 与 BYG 两支队伍在这个时间点相会了。那你先让我去，那你先让我去，我要先去。然后等一下27号去，你们27号去啊？我跟 BYG 副教练就是伊森，然后其实比较熟，就是我刚转教练没多久，其实有带过他。对，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都在马吉嘛，那其实算是蛮熟的。那比赛开始前，我就跟他说，其实让我们一下，我就跟他说，今天先让我们赢，然后他们下去再打嘛，对吧？因为毕竟输了，你27号就要再接着打。那来到今天的比赛 BB 环节，蓝方的 PSG， 红方的 BYG 是，哎呦，马上扎克拿出来了。扎克，其实我今天第一场，其实扎克有点被低估啊。闪现进化，大绝都在手，挖口有机会救场吗？但我们状态有点差了。空月直接闪现上去要来恐惧，但马上有个进化解答，但还是被对方给顶到了。不过 Maple 很尽力把跳上来的瑞空给驱死，但松毛 Betty 还是把大东给刮死了，下到拿下。往前一顶，俊佳再一次开团被顶了起来，又来到了半血，而且他被动不知道转好了没，往前的活蹦乱跳，但这时候空月飞进来了，这时候被动被打了出来，4个尸块分别的要被 BYG 一一的收下，蓝枪大绝往前一撒，反而是羽毛的回刮跟可以看我吗？拉起来，拉球掉。还行哎，真的没事。我技能，我技能。Betty 在一个没有人能够输出到的位置，挖口被对方的收毛给打成了1滴，而且这波收回来还把无敌给收下。感觉有点 counter 我。没有，我们这样子，他那9筒有点烦。追击挖口回来，还想要再持续的开点，利用自己的蓝枪跟紫枪，但是他发现空月来了，按了一个惊人，但是最终还是要被9筒炸死。我们前3选就把扎克亮出来了，然后结果就是对面可以很轻松的counter我们扎克的角色，就是对面直接选了9头啊，所以对面角色其实也不太怕扎克，所以选这个扎克就意义没有这么大。这波团战恭喜 BYG 的胜利之外，比赛也要收下来了。一波啦！这上路如果不是动的话，胜率就提高很多呢。科技蓝色帮忙。我说这波第3条。从官方的话，就是蓝红方的选择是你排位在上面的，你通常会拥有优先选边权，就是你第1场你可以选边，那当然是第2场之后会是由输的那边去选边。Karis 团的开团是被无敌给顶走，龙还有5000滴的血量 ，Karis 这波的魅惑其实起到不错的效果。Betty 的位置，这时候开启了大绝，但 Karis 已经倒地了，无敌甚至还把人给推走。远古龙已经有 PSG 拿下，在龙坑里的利凯已经被远古龙的咆哮给吐死。Betty 按惊人躲避掉了这一波远古龙的咆哮，但是 Maple 持续的追击，人头再被挖口拿下。我们准备要恭喜的是 PSG， 在35分钟要来结束这把压制性的比赛。OK。你会反驳答案？你会讲话？我可以，但是你们要多一点想法，要多一点。你们要去想的是什么？我们怎么样能给对面更大的压力？我们这个阵容怎么样能给对面更大的压力？不用那么稳，是吧？但你别这样讲了，然后等下下一把开始送，好不好？这一把就这样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下一把应该大概率是红色帮。走吧，加油，兄弟们！有没有补水的？ PSG 同时开出了妮可哦。来到第3场的时候开了妮可嘛，那
尼可那个角色就比较明显，就是他前面其实拥有很强大的线权，配合他们的野合打野，像是威尔哥、夜曲这种进攻型的，其实蛮搭的，所以我们也基本上也都会一直按嘛。那开出来是因为我们想做兑换，那是交换就是你选尼可，我选蔡雅 ，OK。这个交换上是有机会去产生的，尼可拿下 BYG。两边上路都不讲武德，直接踢过来。提前7分钟的5v5吗？哦 ，ARN 在打是不是？来了，在河道上往前，突然是无敌的一波抬到这边3个人，但是Betty有一波的滑墙，可以往3条草丛去做撤退。龙还有1700滴的血量，前面的是立凯咬住了 Maple， 把对方给打成半血。现在没有人要动龙，阿志回头跟着队伍开始点龙，但龙回头了，开始回血。抬头，但16正面又绑住了Wako，打里面先，打里面先。啊，他们很急，他们很急。拉一下，拉，能杀吗？我先走了，走。杀疯了，再杀 Maple， 变成小炮往前一跳，双射手拿下了对面4名成员。这波是 BYG 的一波大获全胜。哇哦！我操！就一开始打完技能之后，其实我们有些人状态不是很好，但是那时候也没有决定要撤。然后因为对面是威尔哥，所以我们只要被杀掉一个，其实基本上团就很难赢了。但是那时候也没有沟通清楚。我们当时候整个团队是有点错过了那个战斗力，我觉得。那在那里被团灭之后，我觉得那一场就基本上就没了。那上面绑住了阿志，突然一波的抬，阿志很坦，上来要半血，一波的闪晕接魅惑接万紫千红，往后拉，不掉大龙就还行。快走。哦，我按闪。死完了。又斩死了一个人，现在是3个人全部都要被Betty给电死。我只能说，空月维尔哥还是有料啊，还是我前面讲的那句话嘛，放尼可怎么赢？给个正眼。另外一边的话，阿志有 TP 还在慢慢往前走，突然161一波的闪抬又抬3个呀！俊佳瞬间的暴毙，打也倒了，而且 Maple 也要跟着一起陪葬。对嘛？你看有闪怎么可能会空大嘛？再一刀的破镜者，4个人的追击也把这头牛给料理掉。Betty 直接滑到了Wako的脸上。阿志虽然是敲到了人，又拼死一搏吃掉了这波抬的 CC， 但是空月已经斩到了Wako的身旁，按了一个惊人，但Wako没有了血量，无法输出陨落王者之剑，刺穿了Wako。最后的 Ace 由 Betty 收下。我们准备要恭喜的是 BYG 在30分钟2比1率先听牌今天 BO5 的系列赛。主要控制也重叠了，但我感觉能秒啊！你们拉掉就好了，这里结束了。我们状态也不好了，这样很容易收起来，你知道吗？他这样，现在我跟你们说，我们打 BYG 最后就大概率是打团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只要能把我们阵型踩好就行了，前面的东西物件给了，其实也无所谓的，不要是那种纯白给了就行了。我们有做尝试，有做突破，我没玩好就走就行了。没事，不用想那么多事。炸开了就炸开了，没办法，我们就想着下一把就行了。其实，就第3场打完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情绪吧，因为大家也知道这把是因为前面那个团嘛，炸得太快了，导致后面很难玩嘛，所以就想好下一把怎么打就好了。小，我才会把瑞尔看出来。蓝色方。来到第4场，还有 PSG 这场 BYG 的第4场比赛。然后来到第4场，其实我们要考虑我们用什么中路去配我们1楼能够抢的 jungle 嘛。但当时候我觉得，因为毕竟我们上一把用小炮输了嘛，那我觉得在打类似的对局不好，那我们就换一个中路的对局。要不这个时间点拿个 Maple 的撒谎，还是挺值得信赖的。是哦，尿小喜乐斯16来了，这角色是真的能打阿奇的，但是我没想过。这个116居然会玩，他会选，哎呦 ，PSG 再一把，这个我只能说齐勒斯很怕尿会抖出来。第4把扎克好是因为对面的角色没有能够限制扎克的进场的英雄，然后他们又是齐勒斯嘛，扎克就很容易开到他，所以就选了。看对了，全抓没自己杀。nice， 抓远抓近。这次死了吧？这次连阿志都来到了鸟区，突然有俊佳从右边飞了进来，一个9等的扎克跳到了一个没有闪的齐勒斯，那俊佳跳过来粘到了 Betty， 而且前面是有人被闪咬住，但是还有那闪现进龙坑空月线的位置。齐勒斯是被射的，打前面，帮一下，这里能赢。但是他最后还是被 Maple 给闪现躲掉自己的恩图夫强袭。PSG 眼中只有主堡，他们要将比赛拖到第5局，我们准备响起战歌。加班啦！这么前面了，加班啦！没事，
这把就很顺利就拿下来。有一个杯了吧？我的对，我刚好要问。这场比赛打完之后 ，BYG 因为拿到了第1胜的关系，他们在下一场比赛是有蓝方的选边权，下一场比赛就当成一个 BO1 打，但在下一场比赛的 BO1 取胜的队伍，他们就会拿到 P 世界这次世界赛的第1张门票。我们蓝方，你别跟我开玩笑，我们蓝方，我们蓝方吗？认真。你要玩回50类。哎呀，好了，我同学我们蓝方。哎，那他们要换杯了，我想一下他们杯什么。突然裁判来，然后就刚跟我们说 BYG 他们选了红方，那时候就有点惊讶，想说他们怎么是选红方？红方的话就是可以 counter pick 啊，但是其实就是现在这版本的话 ，counter pick 其实没有到那么重要，就是没有什么多大的 counter， 所以这版本的话肯定还是蓝方厉害一点。哎呦，对啊，他怎么换的？对啊，他还是红方，他自选红方我只能说有料。我服了，这居然在第5把还是选了红方，确实在 PVP 上会出现劣势。哇 ！BYG 这边唯一能改变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个差亚撒皇一起选。哎呦，但没有，他要直接拿纳蒂。啊，下一把没有，没有下一把了。我觉得他们应该选就选了差亚跟纳蒂50啊，就是可能他们觉得上一场输是因为他们开团不够多什么的。当下听到我们是蓝方的时候，就觉得他们可能要改编什么的吧，然后。结果好像也没有，对。他们勒布朗团练真的有赢吗？不觉得这角色很没用吗？再重新想要电，但是刚好被无敌贴下来，抓到了魅惑的机会。Maple 再推出空杀防壁，铲平了116。宝哥，我看过你在分个杯啊，去找一下这你可以吗？好像今天我上片，慢点。俊佳直接往上要吸，还有阿志也到了岸上，还有月夜守护，最终狙杀空月。我们准备要看到是 PSG 将巴龙也收入口袋。黄志没去过世界赛，认真点。想起来。黄志没去过世界赛，认真点。做好。不是巴贝没去过啊，操！人家没去过。人家没打过。有去，没打过。来紧逼一下门牙塔 ，Karis 往前一勾，有勾到的是俊佳，但这波锁头锁在 Maple 的身上，火出连击锁到了 Wako 的身旁，但反而是空月要被秒了。空月送得好，空月直接马上进到30分钟，又是这个绝望的局面。立凯跳了进去，想要尝试晕一下人，但是马上被抬了起来。这波没有打出多少的伤害，反而被迫先开一个惊了下来。Betty 也没有了状态。那么右边直接打一波，5秒，珠宝的防御塔已经断裂 ，Betty 选择闪上去，他想要来力挽狂澜，但是比赛已经准备要有 PSG 收下。我们准备，恭喜的是 PSG， 进入到了我们和平篮球馆的总决赛，赢下了今天的 BO5。Nice！ 今天没吃到的终于去了我们。冠军赛见！冠军赛见！你看得出来你很紧张，知道吗？很累。我怕死于第5把，很烦没第5把。好，要拼9号冠军，好不好？君家是安。宝哥，你看，没事，慢点。前面是安。很棒。辛苦了，各位。主要还是那个 BP 问题，感觉他们没准备好。是，不过无所谓啊，因为我们这个赛制是淘汰再来的。因为没错 ，BYG 的话，也就是要到接下来的那个败部组，那去面对到的是 CFO 跟 FAK 他们的胜者。是的，那去争夺的是最后一张前往总决赛、前往世界赛的门票。除了今年春季赛那决赛以外，全是打满的。对，第1把不能选达克那里，要选达克跟九头啊。也行吧，我的第1把我的，后面4把拉满可以吧？第3把不能甩在我身上吧？第3把，因为我们在胜部决赛赢了 BYG 嘛，然后其实那时候是想说，我们应该会在冠亚赛再遇到他们，然后没想到他们那天跟 CFO 打的时候会输掉，很快的。兵营到火了。好，我切到中路116去切中路了。哦，这边开起来了，这边开起来，一波羽毛的爆发，叫做一个骤雨暴风。不过先看一下贝蒂的位置，贝蒂还是操作在贝蒂滑走了。正面的战场看起来是CFO取得了胜利，然后116他也无法偷家。这里好像吃完巴龙 recall 中路一波2强来当一个护国神牛，但是梅亚塔已经要爆了。现在 CFO 的眼中只有主爆，3比2，他们准备要来前往世界 CFO 赢下系列赛。哇！可
可能大部分的人都认为 BYG 一定会赢，然后再进到决赛嘛。突然变成 CF 要跟我们打，就觉得有点奇怪。那当然，可能画面对于 BYG 来讲，只能说就比较残酷，这也是胜者为王。但是在这一场的系列赛，他们已经是在后期展现了自己的拉扯，只是很可惜116没有办法把这个比赛给救回来。尽管 CF 经历了7连败，然后经历了神罚，但他们现在也是卷土重来了。打 CF 的话就不用特别关注吧，反正我们正常打就会赢了。但是冠军赛的话，不管对手是谁，我们都会全力以赴。